这个地方啊，环境实在太美了，风水宝地。门前的这条小河像一条玉带一样的飘着。这边呢是一座小桥，小桥的背后有2户人家，一栋砖房，一栋木房子。房子主人家已经不要了，在马路那边新修了2层半的小洋楼。2栋房子呢都挺好的，打扫一下卫生就可以拎包入住了。他告诉我说，200一个月就可以了，住10年、20年都没有问题。那我们就走进这2栋房子来看一下。其实以前这边挺热闹的，房主说小时候就在河边游泳、钓鱼，而且这边以前有好几户人家，陆陆续续已经搬走，就是因为交通不太便利。他们这2户人家呢，说起来也挺怪的，都特别怎么说呢，过得比较好吧。小孩子呢，又能到大城市里面有好的工作，然后老人呢，身体也特别的好。他说这2处地方呢，就像风水宝地一样的，背靠着大山，面朝着小河。那房子呢，占地面积，木房子啊，接近是有300个平方左右。门前的这些空地都是他们家的，有些乔木，还有灌木，很多很多枇杷树。整个院子呢，给人的感觉特别的安静。然后院坝呢都做了硬化，并且这边打了这个水泥板之后，用不锈钢做了栏杆。整个院坝呢宽有100个平方左右。这是一栋3开间的木屋，中间呢是堂屋，有6扇木门。现在房主呢在城里面没有钥匙，我们没办法走进去。他说啊，房子打扫一下卫生就可以入住了。每年呢他都会回来住个10多天。如果有人在这边住的话，他是不会回来的。他说住在这里呢，主要是环境太好，在门前呢钓钓鱼，然后把房屋呢稍微的打扫一下卫生，敞开一下，让里面呢透着气。屋顶上的瓦片在年前呢刚刚是检修过的，可以看到蜜蜂啊从房子里面飞出来，飞来飞去的。他们家呢是养的有野生的蜜蜂。整栋房子呢有2个卧室，一个客厅，加上一个厢房。厢房呢也就是他们家的厨房。在背后呢还有个猪圈。在房子的左手边，也就是这块位置，修一条小路，在河边可以搭建10来个钓位，挺不错的。坐在院子里面就可以钓鱼了，有吃不完的鱼。然后房子屋前屋后空地很宽，养鸡养鸭，甚至于养点这个猪、养牛养羊都可以。这一间厢房就是砖结构的房屋了，单独的留有一道房门。前面呢是厨房，背后呢是卫生间。整个木房子的窗户呢留的不算大，1米乘1米左右。其实这样的木房呢，在我们湘西这边的农村来说，算是建的比较好了。然后窗户呢也算留的比较大。对于城里面的人来说，像这样的房子，如果要达到一个很理想的居住状态的话，可能会把窗户呢做得比较大，因为这样子房间里面它的透光性呢就很好。房子呢都上了锁，现在确实没办法进去。我也很想给大家拍一下里面大概的一个情况。房子盖的是本地的青瓦，像这样的瓦片呢，每2、3年需要检修一次。这栋木房子的旁边还有一栋砖房，这栋砖房呢也是搬出去了，没人在这边居住。如果是喜欢隐居养老或者结伴一起的话，有2户人家把这2栋房子同时给盘下来，我觉得应该是比较不错的了。这栋房子唯一不足的地方，可能就是进入房子的这条小路了。将近到主干道呢，
有150米左右，都是小路走过来，车子呢没办法开到院子里面的。但是这边距离县城很近，买生活物资呢也挺方便的，到保定的县城也就2-3公里左右。而且这边最大的优势呢，就是靠近有水河边，到河里面去钓鱼啊，真的是太方便了。其实让我想起了儿时的一些记忆。从小在农村长大，在河边长大，每天呢傍晚吃过晚饭之后，就到河边去游泳。每个人的童年可能都会有很多的回忆，就像这个房东打电话说的，他说实际上一家人都不愿意搬离这里，但是呢，小孩子慢慢的长大，在外面呢也赚了钱，而且是赚了很多钱，想要回到老家来居住，不通车太不方便了。但是这样的一处地方呢，把它舍弃了又太可惜。这栋房屋，他说如果卖掉的话也不值几个钱，如果要租的话，适当给一点，有人在这边打理就行了。其实听得出，他对于老家还是非常有深的感情。就像电话里面所说的，小孩子长大了，确实也要出去，没办法的，要养家糊口，对不对？这个地方从航拍的镜头，我们也可以发现，整个这一片呢，只有2户人家，房子呢是背着山而建，门前呢就是一条小河，整个小河呢把这2栋房子完全给包围着了。实际上，整个这片区域呢，都属于保定四方城的遗址范围之内。四方城呢，在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期都已经有了。整个保定县呢，它的前身叫做千陵郡，当时呢，这边的人都叫千陵镇。现在是完全的改革开放之后，变成保定县，当地人还是喜欢把自己叫做千陵镇。以前这边呢，陆路交通是非常闭塞的，完全是靠着水路，有水河。湘西人呢，把当地盛产的木材、桐油全部运输到园林啊、洞庭湖一带，然后再从那边呢运输一些盐巴、布匹回来。所以当地人靠近河边，很多人祖祖辈辈呢都是以船为生，很多呢都是从排帮里面走出来的。像这户人家，他们说的，以前其实老一辈都挺有钱的，然后随着现在生活越来越好，小孩子呢在外地工作了之后，也赚了不少的钱，生活呢也是更好了。但是首期这样的老宅呢，确实非常的可惜。那视频的最后，石头也想问问大家，对于这样的一栋木房子，如果1年花个2000多块钱把它租下来，在这里租个10年、20年，是你愿意吗？欢迎在视频的下方评论留言。好了，我是石头，喜欢的请记得点个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